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来陪大家聊聊思觉失调症。因为最近在服务家人，遇到了我人生中第二位，说是思觉失调症的朋友，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因为思觉失调症是我这几年才有听到的名词或者是症状，以前可能是什么听到精神官能症啊，或者精神病患啊，或者是躁郁症、忧郁症，或者是被爱妄想症等等之类，但思觉失调症是我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偶尔会听到的名词。那之前就已经群里面已经有一位家人就是这样的症状，那当然我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可能应该有快2年，他现在已经都是非常健康宝宝的状态，而且也懂得感恩，如何给爱。所以这一次碰到第二位又是这样子的家人时，我就上网 Google 一下。那我稍微帮大家念一下，就是思觉失调症的主要症状有思想绪乱，就是思想会很混乱。患者可能会有一些思想不是自己的，而是出自于他人透过收音机电波或者是镭射光线或者是传心术等方法放进他的脑中。他也可能感到思想离开，像是被人取走一般，脑袋变成空白，完全不能思想这种情形。也就是说，他的会失去思想的连贯能力，这是他的思想会混乱。那再来第二个，他可能忘性，就是忘性就是错误的信念，他会觉得是非常真实的，那但其他人却绝对不能相信，就是常在这个症状中见到。比如说，患者会觉得说有一种力量控制了他的思想跟行为，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废人，没有自己的意识，被人完全控制了脑袋跟身体，就是有这样的现象。那还有一个就是幻觉，幻觉是患者会看到一些事，听到一些声音或嗅到一些味道，而旁人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正像清醒时发梦一般，很常见的症状就是在一间没有人的房中听到说话声，那说话的声相当逼真，好像房外或者是隔壁就真的发出来，甚至有一些是从身体某部分发出来的，就是当时是没有人，但是他可以听到或者是看到，就是幻觉幻听。当然还有其他症状啦，就是你们可以爬文，但我现在要讲这几个，我自己要跟大家讲的是，从这几点看来，我常说练习过后，我们的身体会不一样，耳朵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鼻子会嗅到不一样的味道，甚至你可能闭上眼睛会看到不一样的画面，就是你会变成一种新种人类。当然，另外一种反方向的，就是像刚刚讲的，思觉失调症的朋友，可能在受了创伤之后，受了创伤，就是心有缝隙，又或者可能他在生活上表现的没有办法很让人家肯定，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很多言语霸凌啊，或者是留言霸凌啊，或者是在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霸凌，那这样子不同的方式霸凌的情况下，他的信心一点一滴的被消薄弱，就是信心一点一滴的被融化掉，就是他这个人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然后觉得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的眼中，他的他的存在或不存在都不重要，就是他的信心，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一次一次的不被肯定，在一点一滴的不被肯定的情况下，当然自己也不肯定自己了，也怀疑自己了，也怀疑自己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子的人的震动也会不小心打开了，就是接收频道，然后听到或者是看到这样子的功能，就是
第一种就是受了创伤，就是可能比如说情伤啊，他可能爱得很重，然后被劈腿啊，那这个情伤打得他的心久久不能痊愈，有可能这样子的人就会有打开这样的功能，又或者可能家人他很爱的家人，亲爱的家人，可能爸爸或是妈妈，或是姐姐，或是哥哥，他非常非常爱他，但是这个亲人走了，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创伤。那他的心还没痊愈时，他的震动可能就会掉下来，不小心打开了这样的功能。又或者我刚刚讲的，他的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做很多事情都不被肯定，就是可能在工作上，在求学，或者是在家人的眼中，他可能就是什么事都做得不是很好，所以可能会被贬低啊，或者辱骂啊，就等等，就是他的信心一点一滴就在这些不同角度里面的遇到的人，就是一层一层的扒他的皮，没有扒他皮，就是一点一滴在削弱他的信心。那当他在看着全世界人都没有一个人肯定他时，他就变得也不肯定自己。这样子的人也容易不小心打开了那样的功能，就是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然后看到不一样的画面，这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在现在的医学对于这样的病人，可能就会一下就给他这样的病，就是开药，然后就会压抑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所以当我去看到这个家人时，其实他很正常。我跟他聊天，我可以跟他很正常的对话。比如说他听到声音，我就说听到什么声音，他就会跟我说那个声音叫他自己打他自己。那我就会说，那你如果不听话会怎么样？嗯，他就反问我说，可以不听他的话吗？原来其实这样子的人，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因为大家对于次空间没有接触过，也会害怕到底那是什么样的声音，也会害怕原来不听他们的话会怎么样吗？就乖乖的听话了，所以他们就会越变越奇怪。越变越奇怪，那当然就是他们自己连接到一些可能比较低震动的，也是他自己。因为我说过，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听到了另外一个比较不好，可能是属于恶魔的声音，然后自己比较正的、比较有信心那个天使的声音，却慢慢的削弱。就是我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天使跟恶魔啊，那他的恶魔比较大，然后天使比较小，所以呢，他就不敢违背那个自己另外一个听到会叫他去做一些奇怪事情的声音，他不敢违背他。那我觉得像他跟我聊天都可以很正常，比如说他听到了，他还觉得问我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听到？我说我当然也可以听到，但是我并没有去听他的声音。他就问我说不听他的声音会怎么样吗？我说一点都不会怎么样，就是很正常。我说如果会怎么样，我怎么会好端端的坐在你面前跟你聊天？然后其实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建立他内心的信心，打开了心房，打开他的心房，必须要让他听到的、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让他自己知道，其实那只是他另外一个功能被开通。可能很多人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但他可以。然后要跟他讲说，其实可能是因为他的心受伤了，心有缝隙，所以呢，可能会引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小恶魔啊，或者是小调皮捣蛋的啊，来引导他去走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那这些不好的事情，对于医生来讲，医生也对次空间不了解，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开药，然后让他住院，就是让他这个人不会再听到或者是看到，就是用药物去控制，但其实药物去控制也压抑了这个人的灵魂，所以等于我又要再花更多时间去帮忙这个家人，希望他能够好起来，因为他好起来，才能再帮地球妈妈养好一个好细胞。这需要花时间。
我之前应该花2年嘛，所以我也想说花2年，花2年，但是要相信自己啦。我觉得如果你的亲友有这样跟你诉说，他可能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我觉得你们不要第一时间就抹煞掉他所讲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先肯定他讲的话？毕竟我们都走在练习路上的人，我们要了解，不是只有我们眼睛张开来看得到这个物质世界，其实眼睛闭上，那个看不见的宇宙更宽阔。很多频道，很多无为不为，但是就是要接受啦，要相信。我觉得你先相信这个，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说了一些可能跟你一般人不会说的话时，你可不可以在第一时间先相信他，让他的信心先建立起来，或许就不会被医生判的那么严重。就是总之就是给予对方信心啦，然后给予满满的爱，然后陪着他慢慢走，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今天分享的思觉失调症，我觉得你们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多给予对方信心，多给予爱的鼓励，这个是可以慢慢走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第一个家人，确实他现在已经是健康宝宝，真的，所以在这边祝福大家，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I love you，拜拜。